日元汇率最近出现了大幅的波动，而日本央行呢也开了一场淡静的会议。那日本央行4月25号到26号召开了货币政策会议，在日元快速出现贬值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日本央行呢本次会议决定维持3月份的会议决议，并鼓励隔夜拆借利率在 0% 到 0.1 之间。那此举呢在中国网上也是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日本经济完蛋了，美国在收割日本，千万大 V 直言照此下去，日元很快连指都不如了，日本的 GDP 很快就要被印度超过了。网络风评如此呢，我认为十分正常啊。我们今天不设立场的，稍微的客观的来分析一下日本的一个情况。那在日本央行3月份的会议决定出来的时候，分析财经评论到，日本央行是迈出了试探性的半步，会影响到下一次决策的时间跨度。我们先来看一下日股日元，2024年日经指数是出现了趋势性的上涨，同时日美汇率呈现了单边下跌趋势，这符合日本经济表现的一贯规律。进入2000年之后，日股和日元汇率呈现了长期明显的反向特征，日股上涨会加剧日元的贬值压力。这主要是认为日本国内长期的超级利率政策和日本经济几十年的海外布局，两者的同步性呢，也说明国际投资者投资日本股市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所谓卖出日元的操作，对日元的汇率自然会造成贬值压力。众所周知呢，美国、俄罗斯都是国际地缘战略的行家里手，战略谋局之深，蓄谋之久，应益之憾呢，往往多年之后才被外界所洞悉。而向来秩序、克制、怀威世人的日本呢，其善隐的特性导致常常被国际社会所低估。比如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对其核能力的隐藏。那一颗隐藏的核心呢，注定是酝酿的一场祸心。回到经济领域，日元此次贬值呢，如同1985年美国需要日元升值一样，此时的美国更需要一个贬值的日元。一方面，日元的大幅贬值同虚拟货币未来的黄金都是同样的逻辑。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需要再进一步深化日本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用意呢自然包括提高日本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抢夺目前正遭遇以美国为首西方对华贸易围追堵截大背景之下所会出现的供应链的期待。日本的财务省呢，出于国内通胀担忧和民众的期望呢，一定会出手干预，但不需要期待强势的效果。以制造业贸易立国的日本，出口对日本经济同样是生死攸关。日元的贬值符合日本当前权衡下的利益，游客的引入，日本商品的流出，对改善日本近些年经常账户顺差下降的趋势是其可选操作。强势的日元虽然会有利于日本海外进行扩张，但一直也是阻碍日本国内产业发展和升级转型的重要因素。多年来，日元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力，导致其日元的汇率呢维持在稳中略强。那这一次呢，日本进一步贬值如果成型，那么极可能是日本国内和海外经济平衡的一个转折点一种对制造业的收缩。更关键的因素是其符合当前的美国战略。美国很清楚中美贸易减少并不会改变其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规模，但是全球贸易结构可以得到改变，也就是所谓的供应链的替代、供应链的转移。比如说潜在的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等等，尽管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基础设施以及综合工业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媲美中国，但这些国家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与中国开启国际产业资本的竞争。日本在不少的领域已经凸显颓势，包括传统的汽车和电子优势产业，那其国内创新能力和技术人才的日益缺乏是其主要原因。但日本作为追赶者的实力向来不要小觑。战败后的日本经济本身就是一部学习强者和追赶进化的历史。当下的日本凭借其国内的科技实力和资本实力，以及近30年的海外投资的布局，其想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份额的野心，如果站在美国的大旗之下，将会从日元汇率开始迈出实质性贬值开始。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稳定在4万美元以上，尽管多年来国内 GDP 增速非常低，但归功于海外收入近30年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叫出第一梯队。所以对日本经济如果只看其 GDP 的话，很容易招致误判。2023年德国在通胀高于日本的基础之上，其名义 GDP 4.43万亿美元，超越了日本的4.23万亿美元，成为了世界第3大经济体。而对于此消息最不认同的国家反而是德国自己。
根据《世界报》的报道称，对于超越日本，德国人可能比日本人更惊讶，因为德国正处于经济危机当中，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抱怨消费不佳、出口疲软。在去除通胀因素之后，根据 IMF 此前的预测，德国的 GDP 2023年将下降 0.5%， 日本则将增长 2%。除了通胀因素之外，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2022年美元步入加息的背景之下，日本是唯一一个没有跟随加息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日本经济的确面临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但2023年之前依旧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且人均水平位于发达国家的前列。所谓逝去的30年是局限于其国内，而用来反映整个日本经济的力量也难言准确。2023年10月，分钱财经曾写过中美间接战略的文章，曾提到过中国的强大在于贸易。中程导弹的射程3000公里，而贸易却能够覆盖人类的足迹，并形成依存关系。因此，美国削弱中国发展动能，首先选择在贸易上围堵。中美、中日、中欧、中国东盟、中国中亚、中国中东、中俄，我们都看到了其陆陆续续展开的毫无遗漏的针对性的破坏。中美贸易体量巨大，6000多亿美元，互补非常明显。全面脱钩不仅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更不现实。所以美国一边强调不寻求脱钩，一边优先打压的是科技。逻辑也很简单，全球一流的科技创新过去一直都在美国或者美国掌握的话语权范围之内。科技美元必然不会多视任何国家有能力挑战美元的根基科技。中美贸易战以来，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1大贸易伙伴，超过9000亿美元。那我们也可以看到，2022年以来，东盟国家接二连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国内政局的南海是中国能源和商品贸易的门户区域。但以目前的形势和阴谋论的视角出发来看，自然也可以被用于撬动内地资本的流出。要实现这一步呢，香港资产价格首先需要一个上行的阶段。第二，关注美联储后续缩表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对美债的缩减规模。同时呢，美联储有较大的动力来维持更高的利率。尽管国际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更为强烈和一致，但是呢，2024年下半年以超市场预期的甚至单次加息50个 BP 的可能性呢，并不能排除。强劲的经济复苏呢，为美联储加息提供了足够的底气。同时，在美元周期过程中，对美联储不加息的整场休息呢，不应该视为转向的拐点式的信号。除了会议文件表述的原因之外呢，大概率往往是加息的过程当中要维持全球美债和美元流动性这样一种临时性操作。第三点是中国对美债的抛售。不知为何呢，每一次的美债抛售，我们总可以在媒体当中听到强烈的国际斗争的喝彩声，但真实情况可能也未必如此。那分析财经整理的下面这张图呢，可以说明央行外汇储备近20年的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2022年的8月到2023年的10月，短短的15个月内出现2次7连减。虽然存在连续长时间增持黄金以多元化储备的这样一种操作，但从规模上看，总体上可以看到在此期间每年可以积累的外汇储备的规模在连续的降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2022年虽然贸易顺差同比增长，但资本流出的规模较大。2022年以短期资本流出为主，美联储2022年的3月开启了加息的周期，而2023年以直接投资减少为主，短期资本的流出规模呢同比出现了大幅的放缓。最终呢，2023年资本项目的逆差呢达到2486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是由2022年顺差305亿美元变为逆差1525亿美元，是有数据以来的第2次。那减持美债的操作呢，主要原因是应对美元的流动性，背后呢是资本的流出。那抛开减持行为本身的亏损，单从背后的原因，对国内经济无疑算不上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因此有很多媒体慷慨激昂的 BGM 当中的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大插曲关系应该不大。那目前的中美博弈可以说是全方位公开白热化。那抛开政治领域范畴不谈，这意味着从贸易、金融、经济各个方面的分析呢，相比原本简单线性的金融逻辑，更需要一个博弈为底色的宏观逻辑。
对手其潜在的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掌控力量，的确要远胜于其更为吸睛的军事实力，且更为隐蔽，更具有破坏性。我们在分析对手所具备的能力的时候，不应该只专注于其本国的资源，还应该将其盟国及其伙伴的资源一同纳入评量的范围，比如日本央行的自主决策程度。我们采访了一位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任局长，他是广场协议的推手之一。Japan was going to become the strong new economy in the world. Japan #1. Japan industry was greatly admired during that period for its competitiveness or its efficiency. To exaggerate that our industry would be overwhelmed by Japanese now. 一名参与协商的日本官员承认，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方的要求。日本はね、アメリカの核の傘の下だと。日米同盟でね、日本の経済力が強くなってきたのもね、アメリカの軍事力が、日本をカバーしてくれてるからだということは僕はもう十分分か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だからまとめ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強く思ってましたね。